早就知道你们神奇联盟勾结灭神府，竟然还获得了暗黑力量，看来今日更饶你不得。对于暗黑力量，元尊也是感到厌恶。虽然知晓神奇联盟有勾结灭神府，可是今日一见，还真是如猜想中的一模一样。所以只要与灭神府勾结，那么元尊一定都不会放过。天元笔来！元尊伸出手臂，对着悬浮在虚空中的天元笔一抓，散发出一道金光，然后出现在了其手中。随着那金光暴涨，轻轻地对着那万丈暗黑魔像正前方的虚空一点，顿时间发出齐声龙吟，万物生灵，天地都是为其疯狂的恭敬膜拜。天地直接被这股大道所影响，伴随着咔嚓一声，天和地都崩裂了开来。如此大能，怕是无人能够与之匹敌了。萧炎、林动木尘三人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因为感受到这股来自大道的力量根本不是他们能够去触碰的存在。就算是天域之主玉尊，现在都无法有抗衡这股大道的力量。如果想要抗拒的话，那么只有一个下场，就是会被这股气运大道所吞噬，分化成大咒中的分子。果不其然，在天元笔的挥舞下，大道的那种玄奥力量早已经将暗黑魔像分化成这片天地的分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元尊的这一出手，顿时让在场的萧炎、林动木尘三人都是对大道的力量又认识了一分。可以看得出来，在大道的力量面前，所有的攻势都无法撼动其丝毫，甚至大道的力量可以分化一切力量，包括天域之主的暗黑魔像也是如此。萧炎、林动木尘三人都是有点变色，目光敬畏地望着虚空上的那道元尊的身影，也知道了他们自己预演前元尊之间的差距。要知道，刚刚他们三人对战天域之主，那可都是无法抗衡的存在，更是没有任何的胜利希望。然而现在在元尊的手里，坚持不过一招半式，这就是大咒的最高境界，主神的力量吗？在见识到元尊的大道力量后，萧炎、林动木尘三人开始对主神领域瞬间也是有了全新的认识，以及主渴望这道力量。在这一刻，他们已经在心中定下目标，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踏足主神之路，迈向那大咒的最高境界。看来半道神在萧炎、林动木尘三人面前很强大，犹如是一座巍峨不动的巨山。可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意，半道神虽然那也有着大咒道法，可依旧是不完整的大道，所以在一位真正的大道面前，半道神可算不得什么。当然，这只是对于大道主神来说，如果换作是目前的萧炎、林动木尘三人，那么半道神就是他们的绝望噩梦。暗黑魔像被消灭之后，其中的天域之主身躯开始扭曲，他的神体也是被一同击破，只剩下半道神魂在其中苦苦挣扎，想要逃离此处。但是元尊可不会让他就这么的逃走，而且神奇联盟还与灭神府勾结，更是不能让对方活着回去。九域天神阁之主，当年你不行，如今你依旧不行。元尊淡淡的声音传出，周围的玄奥大道金光再一次的凝聚，然后朝着只剩下神魂体的玉尊暴冲而去。面对着元尊的恐怖一击，玉尊没有反抗的力量，此刻的他面色恐惧，甚至已经嗅到了自己那死亡的味道。当年自己对战元尊时还有对抗的资格，如今竟是连对方的一招都吃不下。救我！在最后即将死亡的那一刻，玉尊也是用尽全力挤出了几个字。然而就是这话一出，他的身前空间竟然出现了扭曲，一个巨大的黑洞出现在其面前，黑洞之中仿佛有一股极其强大的能量散发出来，而后元尊的攻势也是直接冲入了黑洞之中。轰轰轰，可以清晰的听到黑洞之中似乎有多种力量正在对抗元尊的那道攻势，其中有雷霆爆炸声，也有时不时的闪电频频出现，谁也不知道在那个黑洞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片刻后，那个黑洞中的力量也是逐渐的消散，紧接着9道光芒直接从黑洞中冲天而起，天域世界也是发生了巨变，黑雾密布，雷声滚滚，其中还有着可怕的闪电，一道道雷电在上空劈下，中间夹着一些不同颜色的雷电，直接令得天域空间都劈出了2个独立空间一般。萧炎、林动木尘三人看到突然出现的变故，个个脸上都是挂着十分疑惑之色。不过那9道光芒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仿佛能够将任何生灵神灵瞬间毁灭。9道光芒犹如是降临到世间的审判之光，刷刷刷，很快伴随着几道刷刷之声，9道身影出现在众人的面前。萧炎、林动木尘看着眼前的巨变，默不出声。不过他们的内心已经震撼无比，想必这9道身影应该就是神奇联盟的高层人物，没想到竟然拿会惊动了这些可怕的人物。不过不远处的元尊面色倒是并没有出现什么变化，也让萧炎、林动木尘三人对元尊的实力更加有追求感，对于大道的力量也是愈发的渴望拥有。刚刚还在挣扎的玉尊，此刻看到自己眼前的9道身影，突然是大声喊道：“副盟主大人！”此话一出，萧炎、林动木尘顿时反应过来，内心早已经发出惊呼，身躯都是不自觉地抖动起来。这并不是萧炎他们惧怕，而是来自这9位副盟主所散发的威压，影响到他们如今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刚刚所出现的9道身影，正是神奇联盟的9位副盟主，而且竟然全体出动了。如此可怕的阵容，萧炎、林动木尘还是首次见过，而且副盟主级别的人物都出来了，可想而知他们的处境也并非乐观。有意思，你们可算出来了，不过没想到你们这么看得起我，竟然出动了足足9位副盟主来迎接我，真是非常的荣幸啊。元尊不慌不忙地对着眼前的神奇联盟9位副盟主笑道，
9位副盟主个个身穿奢华夺目的龙袍，一双双可以洞穿所有一切的眼神，散发出一道道居高临下的气势，让得萧炎灵、洞沐尘只能仰望般的存在。9位副盟主皆是身高8尺，身着龙袍，衣袖飘飘，举手投足间自带恐怖的神威，强横气息如实质一般，令人望而生畏。头戴金冠，腰挂宝玉，宛若尊贵的帝王，在人群中别具一格，周身散发出超越天位神的能量，那是属于他们的道法，令所有天位神见了都要低头致敬。眼前足足有9位身影，无疑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元尊，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如果你离去，我们就不追究今日所发生的事情。此时9位副盟主站在最中间的那道身穿金色龙袍的身影低沉说道。闻言，元尊更是一笑道：那么今日我必须要带走他们呢。元尊，你身为神元宫之主，可不要为了这3个小子做出你日后最后悔的事情。见元尊并没有答应自己的要求，最中间的那位副盟主继续追问喝道：如果换作是其他人，这9位神器联盟的副盟主早就不会与之废话，直接出手抹杀对方了。可现在他们所面对的乃是神界的大传奇元尊。你们神器联盟我可不惧，就算是今日你们天都的那位大人物来了，我照样要带走这3位小兄弟。我曾经说过，如果遇到危险之事，直接召唤我前来，必定让他们得以安全。所以9位副盟主，你们是一个上，还是一起上？很显然，元尊也不想与之废话，毕竟这里是对方的地盘主场。虽然这对元尊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可也难免会出现什么预料之外的事情。而且在这天域中，还有那位一直隐藏深处的未知之神，怕是也早已经知晓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元尊不会在这里与对方浪费口舌。面对着元尊如此狂傲之语，9位副盟主倒也是没有生气，因为他们曾经可是与眼前的这位元尊交过手。当时他们9位副盟主以及9域天神阁阁主和9大神君一起联手对敌，都无法将其拿下，只能眼睁睁地让元尊离开。如今元尊的实力怕已经更是超越之前的层次，就算是9位副盟主联手对战，应该不出10回合皆是会败下阵来。但是虽然知晓元尊的可怕强大，但9位副盟主也是有备而来。这一次从天都感应到天域这边发生异常，神器联盟中的那位大人物也已经准备了一份给元尊的大礼。好，既然你执迷不悟，今日我们9位副盟主就好好的会一会你这位神界大传奇的实力。说着，中间那位副盟主的手中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一道散发出绝世之气的金色巨鼎，其上还有玄妙的符文和图案，显得十分神秘。同时在那金色巨鼎中蕴含着来自于大纣之道的能量。萧炎、灵、洞沐尘3人凝视那个巨鼎，可以从中感应到恐怖的绝世气息，那可是连神器都不具备的绝世气息。难道就在萧炎他们3人震惊无比的时候，元尊倒是轻轻地发出声音，淡淡的道：巨道鼎，没想到连绝世神器都拿出了，神器联盟的底蕴也是逐渐让我见识到了呀。一听元尊此话，萧炎、灵、洞沐尘3人眼神一震，与他们所想的一样，那是绝世神器，而且看其所散发出来的能量，恐怕排名等级也不低。呵呵，元尊，你以为我们会没有做准备吗？巨道鼎乃是排名36大绝世神器第20名，由大道本源所孕育诞生而出，其中可是有着属于大道的能量体。我们深知，就算联手与之一战，怕也无法对你造成伤害。可是有了巨道鼎的能量，你觉得我们还没有对抗你的资格吗？有了巨道鼎这道绝世神器，9位副盟主也是旋即自信满满，并且这里又是他们的地盘主场，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他们的立场已经是绝对的优势。元尊淡淡一笑，对方的这道绝世神器的确不凡，可是想要击败自己，怕是痴人说梦。好了，不管你们用什么绝世神器，今日他们3人我是就定了。听着元尊依旧如此狂傲之言，9位副盟主终于是动怒了，顿时他们个个青筋暴起，身上的可怕气息也是从他们的体内爆发出来，周围的空间也是出现了异象，空间幻化成虚无，9股属于他们的道法之力开始彻底显现而出。9位副盟主此刻各显神通，道法之力汇聚如虹，冲向那道绝世神器的巨道鼎中。只见那金色的巨鼎微微一颤，感受到了9股道法之力对内部的冲刷，从而开始准备引爆出其中的大道能量体，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巨鼎的边缘有着金色光芒开始闪烁起来，特别是巨鼎上的那些符文变得更加的刺眼夺目。萧炎、灵、洞沐尘3人也是在第一时间感应到了那巨鼎中有一道即将爆发的恐怖力量，便是施展出神行7步的垫步，抓住灵动和沐尘的肩膀，以闪电般的速度远离战场。就在萧炎3人离开的瞬间，一股无形的光华自鼎身内部彻底的爆裂而出，那是一种难以言喻的玄奥之力，似乎要撕裂这方天地。就算是玉尊此刻在感受到这股力量后，顿时如同触电般，急忙的化作流光逃离此处。至于那些距离这里还算遥远的玉魂，也纷纷如此，因为他们已经感应到巨道鼎所爆发出来的那等毁天灭地之威，必定会将他们全部吞噬而尽，所以他们都不想就此陨落，唯有在这力量爆发之前，以最快的速度逃离这片即将成为死域的空间。看到萧炎、灵、洞沐尘3人快速离开战场后，元尊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凝，
因为他知道巨道鼎中的那股能量体同样是大道，所以这一战不仅仅是力量的较量，更是对玄奥大道真理的探索与挑战。同为大道，不知是否可以击破对方的那股大道能量体。紧接着，元尊调动体内的神力，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在体内运转着那复杂至极的大道奥义。而元尊的大道神力在运转间，无数道金色光条全部朝着四周扩散着，而那些金色光条竟是融入了这方天地，直至消失不见。